巴西足球真正的低谷，不是输掉某一场淘汰赛，而是内马尔转身离开的那一刻。因为那一刻结束的，可能不只是一位巨星的世界杯故事，而是桑巴足球最后一段带着街头灵气、自由想象和个人天赋的黄金回声。2002年世界杯夺冠之后，巴西已经连续6届世界杯无法再次登顶。2006年止步八强，2010年止步八强，2014年主场遭德国7-1血洗，2018年八强不敌比利时，2022年八强点球输给克罗埃西亚，2026年再次提前出局。整整24年，巴西始终没能重新站回世界之巅。这是巴西足球史上自1970年代以来最长的一段世界杯冠军空窗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这6届世界杯，巴西并不是没有球星，卡卡、罗比尼奥、阿德里亚诺、内马尔、维尼修斯、罗德里戈、拉菲尼亚，每一个放到俱乐部都是世界级名字。可一到了国家队，他们却始终无法像2002年的那支巴西一样，把11个天才真正融合成一支冠军球队。另一个变化更容易被忽略，20年前世界足球最好的边锋很多来自巴西，今天世界足球的进攻核心却越来越集中在欧洲。西班牙依靠整体传控，法国依靠速度与身体，英格兰依靠高强度攻防转换，德国依靠体系运转，甚至阿根廷也不再只依靠球星，而是围绕整个团队去服务梅西。只有巴西很多时候还在等待下一个救世主。可现代足球早就证明了一件事，再强的天才也很难一个人赢下世界杯。真正能走到最后的，永远是11个人一起奔跑，一起防守，一起牺牲。所以今天巴西最大的问题，并不是没有天才，而是如何让这些天才在保留桑巴灵魂的同时，又能融入现代足球的节奏。如果找不到答案，巴西失去的就不只是一次世界杯，而是一整个属于桑巴足球的时代。曾经的巴西是足球世界最不讲道理的存在，别人踢的是阵型，是纪律，是传跑，巴西踢的是节奏，是想象，是一种从街角长出来的天赋。罗纳度一启动，后卫只能看背影；小罗一抬脚，全世界都不知道他下一秒要做什么；卡卡一推进，中场像被切开一条高速公路。可到了内马尔之后，这种味道越来越淡了。巴西依然有天才，依然有速度，依然有豪门球星，可很多球迷都感觉到了，那支让人一看就忍不住喊出这才是巴西的黄色军团，好像慢慢不见了。内马尔为什么会让人这么难忘？不是因为他最完美，也不是因为他拿到了所有奖杯，而是因为他身上还保留着桑巴足球最珍贵的东西，不按剧本踢球。他拿球时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。老规矩，体坛硬核拆解每日更新，喜欢这类深度内容的订阅开铃铛。可能是一个突然变向，可能是一脚外脚被直塞，可能是在人群里用脚尖一拨，也可能是在边线附近完成一次完全不合理的过人。很多球员让人安心，内马尔让人期待，因为你看他踢球，不只是等进球，而是在等一个瞬间，等他把比赛从战术板拉回街头。2014年巴西世界杯，内马尔背住整个国家往前走，那时候的巴西把所有希望都压在他身上。哥伦比亚那一战，他倒下了，世界杯提前结束。几天后，巴西1-7惨败德国。有人说，就算内马尔在，结果也未必改变。可对巴西球迷来说，真正痛的不是比分，而是那支巴西在失去内马尔后，像突然失去了最后一点灵魂。2018年，他回来了，可迎接他的不是童话，而是伤病、质疑和放大镜一样的舆论。每一次倒地都被剪成梗，每一次突破都有人等着挑错。可你只要真正看过那支巴西，就知道他依然是最敢拿球的人，压力最大的是他，被针对最多的是他，最想改变比赛的也是他。只是足球不是一个人的电影，巴西最后倒在比利时面前，梦又一次停在半路。2022年卡达对克罗埃西亚那粒进球，几乎就是内马尔世界杯生涯最接近圆满的瞬间。连续配合，杀进禁区，晃过门将，小角度破门。那一刻，他追平了贝利的国家队进球纪录。很多人以为这次巴西真的要走下去了，可命运又一次撕碎浪漫。克罗埃西亚扳平点球大战，巴西出局，内马尔甚至没有等到自己主罚的机会。这就是内马尔最让人心疼的地方，他明明拥有改变比赛的天赋，却总是在命运最关键的门前差一步，差一场，差一口气，差一座大力神杯。可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内马尔为什么没有圆满，而是巴西足球为什么从内马尔之后越来越不像巴西。第一个原因是街头足球正在变少，以前的巴西街头就是青训，沙滩就是训练场，一颗球，一条巷子，一块水泥地就能踢上一整天。没有太多教练，没有太多规矩，没有战术板告诉你该怎么跑位。你想留下来就得过人，你想被看见就得拿球做出不一样的东西。所以巴西足球最值钱的从来不是标准答案，而是没有答案。罗纳度的爆发，小罗的牛尾巴，内马尔的挑球和节奏变化，都是从那种自由环境里长出来的。那不是训练手册能批量制造的东西，那是街头逼出来的灵感。可现在不一样了，足球学校越来越多，训练基地越来越现代，
球员从很早开始就被要求合理、简洁、少失误。以前最重要的是把眼前的人过掉，现在第一要求是不丢球，这当然更职业也更安全。但巴西足球最迷人的东西，偏偏不是安全，而是冒险。第二个原因是世界足球的时代变了。20年前，10号可以慢慢拿球，可以观察，可以用个人灵感撕开防线。可今天，你停球超过2秒，身边已经压上来2、3个人。现代足球比的是跑动、对抗、逼抢、转换速度和整体压迫。球队越来越像机器，每个位置都要参与防守，每个前锋都要回撤，每个边锋都要能跑、能抢、能对抗。这对巴西来说是一种很残酷的转变，因为巴西过去最骄傲的是个人创造力。可今天的顶级比赛，很多时候不再奖励你多做一个动作，而是奖励你少碰一下球。以前一个小罗可以让防线崩溃，今天就算你是内马尔，也很难一个人对抗一整套高压系统。第三个原因是巴西开始越来越欧洲化。这句话听起来像称赞，也像遗憾。现在的巴西球员身体更强，跑动更多，战术纪律更完整。很多人年纪很轻就去欧洲豪门接受体系化训练，这让他们更适应现代足球，却也让那种原始的桑巴味道被慢慢磨掉。以前看巴西，你会期待牛尾巴、踩单车、穿裆、突然的外脚背。现在看巴西，你看到的是边路速度、前场压迫、快速转移和防守回收，不是不好，而是不再那么独一无二。巴西变得更像现代强队，却也因此失去了一部分只有巴西才有的魔法。第四个原因是巴西太久没有找到真正的团队答案。过去的巴西不只是有巨星，他们有一整套能让巨星舒服发挥的结构。2002年，罗纳度、里奥尔多、小罗在前场互相呼应，身后还有卡福、罗伯托·卡洛斯两条边路轰炸。那不是单纯把天才堆在一起，而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怎么帮对方变得更可怕。可后来的巴西，很多时候又回到了等待救世主的老路，等内马尔爆发，等某个边锋单点打穿，等某个灵光一闪。问题是，现代世界杯不会一直给你等。法国有整体冲击，阿根廷有围绕梅西打造的平衡系统，西班牙有传控结构，英格兰有身体和节奏。巴西如果只有天赋，却没有一个真正稳定的整体，到了淘汰赛就会被放大问题。所以内马尔的落幕才会让人觉得格外沉重，因为他不是单纯一位球星离开，而像是巴西最后一位真正把街头灵气带到世界杯中心的10号，慢慢退到灯光之外。有人说内马尔没有世界杯，所以不够圆满。可如果足球只剩冠军，那就太冰冷了。内马尔留下的是另一种记忆，是你看到他拿球就会下意识坐直身体的期待，是明知道他要过人，后卫还是会被晃开的无奈，是一次次受伤后又回到球场的执念，是那种把比赛踢成舞蹈的想象力。他不像梅西那样把故事写成最后的圆满，也不像 C 罗那样把自律变成一座钢铁雕像。内马尔更像一首没有写完的歌，旋律太美，结尾太疼。可也正因如此，他才代表了一种正在消失的巴西足球，那种敢玩、敢想、敢在世界杯舞台上做出不合理动作的足球，那种不是为了效率而生，而是为了让人惊呼而存在的足球。今天的巴西依然有天才，未来也一定还会有新的巨星，但问题是，他们还会不会踢出让世界一眼就认出来的桑巴？他们还会不会在讲究对抗、跑动和体系的时代里，保留那一点不讲道理的自由？这才是巴西足球真正要面对的问题。晚风掠过球场，黄绿色的纸屑散在草皮上，那些灵动如水的盘带，那些突然划破夜空的任意球，那些带着笑容冲向防线的瞬间，正在慢慢变成一代人的回忆。内马尔没有带回大力神杯，巴西也没有等来下一次世界之巅，可他用自己的方式守住了桑巴足球最后一段浪漫。有些球员靠冠军被记住，有些球员靠数据被记住，而内马尔是靠让人重新想起足球本来可以很快乐被记住。你觉得巴西足球真正的问题是街头灵气消失，还是现代足球已经不再适合传统桑巴？你也怀念那只敢玩、敢秀、敢把足球踢成舞蹈的巴西吗？评论区聊聊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，也别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